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核电？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核电的它的整个的发电的过程的安全问题。对于这世界在发电的过程里面，核电的安全问题一直是被人家提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好，那它的安全问题来自于说它的不稳定性。好，核电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不断的看到说，即使它号称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发电模式，可是，在人类短短不到60-70年的核能发展电力过程里面呢，它已经引起了3次巨大的灾害，而这3次巨大的灾害还不包括许多微小的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灾害。比方说，以在台湾的发电的过程的里面呢，台湾的3座核电厂其实就已经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一个小型的爆炸，这个一直在核电厂的记录里面都有，可是这些记录都没有对外公开。那么反对核电的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在于说它的环境的问题。说核能发电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核辐射，会透过许多不同种的方式呢，散播到那个环境里面，而影响到环境里面的生态的一些发展。那么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核能发电过程里面所产生的核辐射废水。那核辐射废水呢，它们虽然说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模式过滤之后把它剔除，然后把它释放到大海。可是这些年来的整个的环境检测里面，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除这样子核污染的一个疑虑，甚至是造成了整个的在垦丁地区的珊瑚礁的白化现象。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课题。那第3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喜欢核电厂，或者我们反对核电厂？最关键的因素其实就是在于核废料无法处理，这是一个世代正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够为了短短的一个不到3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电的使用，而使得我们的子孙大概近1000年、100年近1000万年，他没有办法再继续使用那块基地。同时呢，这一些核废料呢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储存起来造成整个生态环境的浩劫。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反对核电的一个理由，就基于生态的问题跟基于安全的问题。那么再来呢，我们其实要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反对核电？它背后其实最重要的关键因子是它涉及到2个垄断。第一个垄断是知识上的垄断，所有的核能专家，包括全球的核能专家，都习惯性的告诉我们说，核电是一个专业的知识，只有核电专业者才能够处理。而事实上呢，没有任何一个知识是可以垄断的，尤其是在这个时代里面，相关的知识的发展、相关知识的运用，它不断的在跟整个社会环境做互动。科学家的责任不是在于只是创造一个所谓的科学发明跟科学成就，而忽略了跟社会之间的互动，特别是这样子一个发展、这样子一个产业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么在台湾的核电发展过程里面，跟全世界的核电发展过程都一样，都是有一群核电精英他们所垄断相关的知识，那导致于说，在整个核电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对于核能这项东西，到底它的安全性是什么？它的普及性是什么？它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性？那么它所造成的环境的风险、环境的危机，又有谁来承担？要怎么样解决？我们完全得不到任何的答案，我们只听到专业者不断的重复说，这交给专业者去处理，这是专业的知识。那到最后有真正解决吗？其实是没有，专业上并不能够解决。甚至我们记得在福岛事件的时候，在福岛东电的福岛电厂1号机、2号机爆炸之前，整个原子能总署、国际原子能总署信誓旦旦说核电厂不会爆炸。在一场辩论里面，他甚至指责反方，认为说你们都不具专业的知识，核电厂是不会爆炸的。可是我们后来看到核电厂爆炸，它爆炸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核反应机本身的爆炸，它是因为整个内部的因为过热了，导致了整个的气体在里面没有办法宣泄，最后气爆了。可是气爆过程里面所造成的辐射的外泄就非常的严重，而这正是我们所必须要去提到的，就是所有的科学知识，它都不应该是垄断的，它必须要被检验，它必须要不断的被互动，跟社会有所互动。那为什么会有造成这样子的一种科学性的知识的垄断？其实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另外一个垄断，就是资本的垄断。
核电产业的兴起跟核电产业的建设，是源自于人类对于核电或核子弹、核能这件事情的威胁性，以及它的恐惧性所导致的另外一种产业的兴起。在整个核能产业发展的过程里面，那么我们人类第一次接触到核能，其实是因为广岛的原子弹。所以在这样子怎么样子把核能转变成为一个和平用途的过程里面呢，于是开始有资本家提出，他要把核能产业把核能产业化。把核能产业化之后，建构了庞大的核能产业这样的东西，核能发电这样的产业，那期望能够把核能知识转变成为一个可以获利的产业。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从欧洲从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到台湾都一样，就是核电产业其实是由产官学三方所垄断的。也就是以台湾为例，先是学术上，因为台湾想要积极营造一个核子大国的梦想，所以呢，由国家要求清华大学设立原子能研究所。那原子能研究所设立之后，因为受美国强烈的监督，不可以发展原子弹，所以改转用进行核能发电。所以核能1号机、核电厂核一厂，其实本身的发电量是很低的。它是为了因应政府想要发展核能大国的想象所创设的。那么清大核工所的学生呢，毕业之后就几乎都到2个单位去工作，一个是台电，一个就是原委会。那么在这三角关系里面呢，他们不断的相互 cover。学校的老师接受训练学生到这2个单位，这2个单位之后再委托相关的研究案跟监测案等等给清大，然后他们共同成立中华民国核能学会，由中华民国核能学会来去监督这3个机构。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一个产官学的结构，怎么可能有效的去监督？怎么可能有效的去告知人民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问题？那这台湾不是特例，在日本、在欧美其实都是一致的。那么大家都很喜欢谈法国，觉得法国的核能产业发展得很好，法国好像没有什么核能危机。可是不要忘了，法国的核能产业的背后其实是军事产业的辅助，它其实是跟它的军事产业是一个连接在一起的，而且是跟法国国力的象征是有关的。那么法国曾经导致了人类历史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核灾，就是它不顾国际上的要求，而在太平洋的小岛上面、无人岛上面进行核爆。那这个核试爆其实也造成了整个太平洋那边的一个污染。所以我们都必须要去看到核电或核能背后，它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整个的军产复合体、资本复合体跟科学垄断这样的状况。而因为这3个关系，使得我们对于生态的危机的威胁，我们对于安全风险的威胁，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客观的数据跟正确的知识。那这样子缺乏一个客观跟正确的知识的评估的一个发电方式，这当然是为世人所痛恨，而且为世人所恐惧。所以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跟我们在反对核电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说，在一个资讯不透明的发电模式，在一个对环境风险高度威胁的发电模式，这都不是我们可以接受以及我们可以认可。所以我们反核的目的不仅仅只是说从1987年以来，我们提倡反核，所谓的反核爱子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不要将这整个的生态威胁那么持续到下一代。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反核其实是一个反对科学知识的垄断跟反对资本垄断的一个问题。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乡土的认同，它更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对环境生态的维护，对风险系数的降低，对于科学知识垄断的打破，跟对资本垄断的打破。